找老公一定要找好色的，因为不好色的男人大多都没有出息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男人连美色都激不起他的兴趣，要么他是一个怂包，要么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生存能力非常差。女人如果没有摸过男人的这3个地方，说明你们不是真爱。第一，男人的头发；第二，男人的腰；第三，男人的胸。我和老公吵架，我们分房睡，冷战了将近半个月。那凌晨2点多呢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。我心想，这大半夜的又有谁会来呀？我去看了看老公的房间，他睡得正香着呢。只听见外面的敲门声特别急，我实在是有点害怕。本来呢，我想去开门，但是听到敲门声是越来越大。我想把我老公叫起来，可是自己呢又没面子，我就硬着头皮去开门。可是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呢，我一想，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开门，我心里是真的害怕。于是呢，我就去使劲的敲了敲老公的门，希望他呢给我壮壮胆。我看他动都没动身体我对他说，我说你赶紧起来一下，外面有人敲门。他就是不理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假装在睡。这个时候呢，敲门声是停了，但是手机突然响起来了，我很害怕，提心吊胆的，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看了看手机，是一个陌生号，那第一遍吓得我没有接，那然后呢又打了第2遍，我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。我把电话接通了，只听见有人在电话里着急地喊着，张阿姨，我妈妈生病了，肚子疼起不来，不能说话，我爸爸又出差去了，你快开门好不好？我求求你好不好？那接完电话呢，我得知是隔壁邻居家的女儿，我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想我老公可能是真的睡着了，要不他早就起来看是什么情况了。当我打开房门时那邻居姐姐呢捂着肚子缩成了一团，躺在地上，满头大汗的。我迅速冲回了屋，拿着车钥匙带着他的女儿赶快下楼。那凌晨2点的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辆了，离医院呢只有20分钟的路程。那晚上呢医院也没有什么人。那邻居姐姐呢去急诊室检查，那医生说马上要生了，让我办理住院手续。这可怎么办我自己又没有主意。我想起了我的老公，我就马上给他打了电话。打通后我听着他着急的语气，是在担心我这么晚了跑出去干什么呀。我和老公说明了原因，他挂了电话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我身边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我和我老公帮着他们办理了住院手续。我们先垫付了1万块钱，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。那邻居呢也平安的住进了产房，折腾了大约有2个小时吧，什么事都处理好了。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，提前也给他的家人打了电话。等到他家人来了之后呢，我和我老公也很累了，我们俩就一起回家了。说起我的邻居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，我真的是不太喜欢这种人，因此呢我们也很少串门，很少说话。但是当看到这种情况呢，我的心就软了，不可能不去帮他吧。我们到家之后呢，我老公一把抱住了我，这一刻呢我感觉又回到了以前，感觉之前的冷战是多么的幼稚可笑。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搞得不愉快那么长时间。通过这件事结婚这15年呢，我老公还是很关心我的，知道我这大半夜出去担心我，这么晚了过来还陪着我。其实呢，夫妻之间的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，多理解多包容，才能把婚姻更好的经营下去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对吗？我从小被养父养大的，现在养父岁数大了，来投奔我，想让我养老，但是我老公和婆婆不同意，我决定和老公离婚，自己租房子给养父养老。大家有支持我的吗？觉得我做的对吗？你们给个意见吧。还玩呢，媳妇儿，走。咋的了？你四舅住院了。咋整的？你四舅你还不知道吗？没啥事就愿意冬泳，游着游着裤衩游没了。你说你倒是上岸呐，你狗刨式上岸也行，他来个仰泳。那咋泳不行啊？能上岸就行呗。是没等上岸呢，来个鱼鹰，嘎巴一下子咬掉了。啥玩意儿咬掉了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一会儿到了先别叫四舅了，别往他伤口上撒盐了。你别笑。哎，媳妇儿咱俩没事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吧。检查啥呀？你看咱俩都结婚3年了，连孩子都没有，咱俩去看咋回事。我没有问题，
我不去看。你咋没有问题呢？因为我不是不能生，而我是不想生。为啥不想生啊？为啥不想生？你还不知道吗？那女人生完孩子，那身材不就变了吗？那你也不能为了身材不生孩子呀，那你这样也太自私了。我跟你说哈，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靠谱的。我要是给你生完孩子，咱俩要离婚，我上哪儿找下家去？哎呦我的妈！再说了，你结婚之前也没说让我给你生孩子，你要让我给你生孩子，我还不跟你结呢。东北有个女人出差2周，临走之前呢，给老公说啊，我出差2周啊，你在家给我消停的，别干什么坏事儿。老公说呢，那哪能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呢。老婆就走了，他老婆前脚走了，他老公说，我可得好好出去玩玩，嘚瑟嘚瑟。找了一帮狐朋狗友，花天酒地去了，那玩的那叫一个嗨呀！正嗨着呢，老婆来电话了。干嘛呀？查岗。这家伙吓坏了，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接电话。喂，他老婆的第一电话呀，在家吗？在家呀。你听多安静啊，我就在家呢，真的在家呢。他老婆说，真在家吗？那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啊，那老公你别生气，我知道你在家呢，我相信你，你肯定是没有出去嘚瑟。你去把我枕头底下那100块钱拿出来，把上面的号啊给我念一下。她老公直接就蒙圈了，满头大汗呢。他说呀，老婆呀，您还别说，今天早上您出门的时候，我收拾咱家床，我说这怎么有100块钱呢？我一猜呀，就是你的，肯定是你落下的，我给花了，买了盒烟，现在呀就剩50了。老婆呀，要不我把那50的号码给你念一下呗？他老婆说，你少来这套，你小子肯定没在家。他说，那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，我枕头底下呀放的根本就不是100块钱，我放了是10块钱，你这个山炮。所以呀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你跟女人玩计谋啊，你永远玩不过她。为什么呢？她是看《甄嬛传》长大的，她是看武则天长大的。玩计谋啊，咱们中国的电视剧什么最火？宫斗剧呀，您说呢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厕所怎么走？阿姨。阿姨，厕所我不知道在哪儿，前面倒是有家配眼镜的。眼镜？我是问厕所怎么走，我尿急。你尿没尿急我倒是没看出来，你眼瞎我倒是看出来了，还管我喊阿姨，你怎么不管我喊妈妈呢？哎我去，妈妈，厕所怎么走？好儿子，那个尿急是吧？嗯，需要妈端一步，需要妈端一步。哎呦我的妈！